国其实电力是完全不足的，前面是甜头，后面就开始辛苦。这真的是个错误的，所以对，这么快吗？我可以访问你吗？你谁？还好玩。这个是一个无限的。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来到一个超级特别的地方，我准备要来采访一位我心目中钦佩已久的在地台商。他从商业地产白手起家，后来扩展他的事业版图到第三方物流。但是呢，和他相处起来完全不觉得有老板价值。真的，我觉得这个老板是我认识在美国最酷的台湾人。想知道更多创业故事吗？ Be sure to watch today's video. 好啦，那我们带大家一探究竟喽 ！Let's go！ Let's go！ 那我们进去 FBD Groups 办公室以前，我想先讨论我们在哪里。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就是洛杉矶的一个部分叫 City of Industry。我觉得这个名字非常有趣，因为在英文里面 Industry 就是产业，所以这个城市的名字就是产业城市，真是地入其名，因为这里都是办公室、工厂、仓库什么的都有，这里都有，真的是美国大物流的地方。Really close to here is one of the biggest ports in all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called the Port of Los Angeles. And so most of the products that get shipped from Asia to the US enter through the Port of Los Angeles. And when they come from the Port of Los Angeles, they go on trains, and the train lines run right to here, to the City of Industry. And from here, they have all these warehouses, packaging facilities, shipping facilities, and they ship the products all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So if you ever order anything from Asia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re's a really good chance that it comes to City of Industry first.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有趣。那我们先进去吧 ，Let's go。那大家，我们刚刚进去仓库，在仓库走路以前，我们先需要介绍人见人爱的大老板 Daniel。Hello，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小丹丹，这就是我们的仓库，这是我在洛杉矶的其中一个，带大家来这边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我们的游乐园。所以 Daniel， 你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在美国多久？你在美国做什么？我是台湾出生，但我也在中国待了蛮长一段时间，然后来了美国这边。我在这边，我们公司更像一个集团的发展，因为我们做商业地产，我们有做这些 social media， 同时我们有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仓库。所以你第一次来美国是为什么选择来美国？因为念书念不好就只骗人。其实很好笑，我来美国之前，我其实学的是日文。以前从小都会看日本的一些 anime 之类的那种。anime 还好玩。学了几个字眼以后，我就觉得日本好像不错。那我爸爸也非常向往，我爸爸觉得他没有完成他的梦想，就想把我送到日本去。这个后来改看欧美片了。所以你来美国以后就念大学吗？还是？对，我大学念了10年，非常励志。我来美国不是先来洛杉矶，我先去了德州，德州差不多待了快2年的时间。那我就在那边已经把它搞得天翻地覆了，那我就来洛杉矶好了。我是在 Dallas 旁边还要开车2个小时的地方，叫做 Kilogo， 就是躺在马路上2个小时，也不有车子压到你。那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你的公司，你们产品是什么，你们做什么？跟大家解释一下，像很多人会在 Amazon 上买很多的商品，那尤其像我们的产品呢，是很多人听过 FBA Fulfillment by Amazon。像因为这些电池超过300瓦，它是没办法送到 Amazon 的 warehouse。虽然很多人在 local 在美国买这些电池，基本上都是由我们公司直接发运，直接到客人的手中。那因为这些品牌商他在美国这些要卖这些产品，他需要有一个地方帮他 storage， 帮他 sorting， 帮他做 shipping， 那或者是 return， 因为我们公司有做 RMA， 有做repair refurbish，rework。那你为什么选特别做那个电池的产品？大概我们差不多5年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接触这个商品。那这个电池呢，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很明确的 regulation。那因为这个在美国市场上，它就很新。那因为到这几年的时候，大家都在讲 lithium ion battery， 就是这种锂电池产品。那我们大家也是愿提早进来这个市场
觉得越新的市场，那接下来有越来越多的要求，前面是甜头，后面就开始辛苦，因为大家会很多的要求，但是至少我们有个先进的一个到市场的一个先发制人，所以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然后这市场规模也比较大。那你像现在会用到电池的，不管是机器人啊，像无人机啊、电动车啊、e-bike、e-mobility， 都会使用。台湾最大的产业就是那个半导体产业，对不对？所以那边也有很多 like electronics company 什么的，他们也需要。其实用我们的商品，其实很多都用到芯片。像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 business， 就是全部都是 renewable energy。那这些里面就包括帮人家建 data center，因为 data center 会大量干什么？耗电，所以我们会帮人家建电站。我看到我们在这边都是各种电池，就是帮大家如何省电。我们像在 consumer product， 大概就是刚才听到这些 DJ 啊，这些大的这些 brand， 我们把它做 shipping。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电力的部分。像台湾现在讲到很多微电网，就是很多让家里自己就能发电，然后卖电给其他人。刚好我的助理他们家的位置都在山上，很多常常会断电。后来发现美国其实电力是完全不足的，而且美国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在电力上面是非常旧的，所以稍微你有台风你就断电，电力的设施基础设施其实还是很大的一个商机。你一定有很多商业机会，对不对？那跟着你。那我们先进去吧 ，Let's go。我们公司现在开始做销售，还有二手品的use 的这些产品销售，因为我们可以帮忙客人做很多产品的 rework 以后，那这些商品它可能就需要二手产品，像 Temu 啊或者Shein它卖的产品比较便宜，所以它大概没有 use hand 这种东西要拿来卖。但是呢，像我们这些产品可能都几百、几千到上万，所以退货回来以后，它的价格其实是很好的。因为美国有一件事情就是产品寄给客人，客人没有用，退回来它就算是 use，所以它很多产品它其实价格很不错。像这些都是我帮他做完 rework 以后要卖的产品。那你也看到这边呢，会有很多这些房子都是 modular home，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些房子我们是要供给那个 Olympic 跟那个 World Cup， 那这些他们都是一体式的，叫 capsule， 我们再把它加上 solar panel 跟电池，你就可以放到 everywhere。So all the energy is from the batteries。Yes， 哇！你所有的地方你根本不需要接电网，你只要跟我说你在一个山里面，只要有太阳，我就可以放上 solar panel， 附上 battery， 加上 e-bike，you can live Yeah, everything。不用买房子。第二件事情，我们这些可能会放到很多像临时的一个紧急的医疗站，或者是说你需要用到一个休息室或各方面，那我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这个呢，其实它就是一个 container， 它 push 那个 button 以后就会变成这样房子。对，你看它就从旁边这样打开。在这里。对，它原本其实是一个 container size。Wow. So it just folds like that. Yes. Wow. So you can bring it to everywhere. Yeah, just put it on the truck. 所以美国有几件事情，我们正在 work on， 就是很多 low income 的，homeless。Yeah. 我们跟 government 在合作，就可以把这些变成一整套东西给他们。哇，很棒。所以你觉得 recycle 电池是很难的事情吗？还是？其实，在美国洛杉矶，它 recycle 是蛮难的，因为洛杉矶对这环境保护要求很高，所以在洛杉矶它现在不给 license 做 recycle。我说电池，它只能让你 collect。所以你接下来可以看到商品，我们有电池 portable 的 AC。这里就是 testing center 吗？还是？这边其实算是 inspection， 因为每天的 return 回来，我一定是 open box。然后再看哪里有东西有问题。大部分的问题来自哪里？多的可能上面的 BMS 或者电池可能会出现问题，那它需要维修，或者是有些东西修理不了，那我就要 dispose。那这边可能就到我们需要里面室内的维修，电池是有危险性的，所以我们自己盖了这个地方。美国的电费是这样子，它有高峰跟低谷，就是像5点到晚上9点是电费最贵的时候。Really？ 对，连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可以白天的时候充电，晚上回到家以后再用电池里面的电。聪明。电费就会便宜很多。很聪明。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的产品都有一个特点，都会看到这个 Class 9酒类的危险品。这种箱子呢，不是普通箱子，我叫 UN Box， 因为它会比较厚、比较重。我们也在卖这个，因为里面也是电池。以前他们叫 Class A， 都是铅酸电池，以前的所有的车子都是铅酸电池。
那现在所有车子都从铅酸变成锂电池，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我以前根本不学这个，现在开始学物理、学化学。Yeah. 我学个经济就不错了，还要学这个。你觉得工作是最好的学习法？不管喜不喜欢，但你要知道有很好的动力，对不对？你至少能讲出一点东西来。你需要学习什么东西是很明显的。为了做我的工作，我需要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我就学。其实你这后来发现，就算你玩股票好了，你不是光看一家公司财报，你要根据它的上游跟下游，它的整个 supply chain， 你才知道哪一个才是最重要的。Yeah。哇，真的很多哎，感觉在这里容易迷路。我有跟公司 HR 说，我们在仓库用玩那个捉迷藏。我们在这里做大家最喜欢的游戏，快问快答。哦，好吓人。Are you ready？ 来吧。第一个问题，你最喜欢哪一个台湾食物？骂完。炸的还是蒸的？真的。他会生气啊。卤肉饭还是牛肉面？卤肉饭。耶，喜欢吃甜还是辣？我想吃咸。咸。最喜欢什么美国食物？牛排。住在美国最让你烦恼的事情是什么？要开车。要开车。对，我们的那个 public transportation 真的很不好，什么捷运都没有。住在美国最让你感到惊喜的部分是什么？每一个人都很平等。只要你愿意工作，只要你愿意做事情，你就能赚到钱。Work hard, you can have your American dream. 美国最适合台湾人住的地方是哪里？其实我觉得洛杉矶跟迈阿密都不错。迈阿密那边的温度好像蛮很像台湾。哪一个最不好？美国的 Debbie 最不好。让我快答吧，我马上回答了。哪一个最不好？美国的消费文化还是政府效率？政府效率真的很不好，很烂。移民到美国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不用被我爸妈管。有自由吗？对，就是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耶！快问快答就这样结束。好啦，那接下来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他不仅是 Daniel 的得力助手，Debbie 最不好，而且呢，他同时也是美商哇哇哇频道的主持人 Debbie。先请 Debbie 跟我们频道的观众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bie。很开心今天行远跟安太太两位特地来 LA， 他们又来 LA 了。当初为什么你们想经营这个频道啊？背景是公司有在支撑我们的频道，所以当时就是一个发想，就会觉得说，我想用其他的方式去reach out 到更广的受众，然后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公司之类的这样子。一开始是这个商业的一个 purpose 这真的是一个错误的。我 proposal 做出来，我当下就后悔，因为开始经营之后发现频道真的非常难。然后因为我们公司刚刚有说嘛，我们是背景是公司，所以我平常的工作内容并不单单只是频道。那刚才 Debbie 有提到说，你们频道啊，自从转型之后，常常会去做一些街访，那些内容都是观众好喜欢的内容。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一集的影片让你觉得很印象深刻的？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幕后故事跟我们分享？因为我在频道里面的形象是比较活泼，就像我现在这样。其实我现在还是有收敛的，我比平常更放得开。对，我不想破坏你们频道，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街访是有一次我去 San Francisco 的 Chinatown， 有去过 San Francisco 的人都知道，在 Chinatown 里面有很多人其实不说中文，他们是真的第一代移民，对，然后很多中国人，那他们这些中国人很多都是讲的方言，例如说粤语啊、潮州话啊这些，对，所以我进去讲中文，大家都会觉得，他们也会说，但是不流利。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街访是真的没有稿，我就是路上真的是抓人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今天会拿到什么样的内容。那时候访问到一对夫妻，他们讲的是粤语，其中一个就太太就哭了。他就讲到他当时移民其实很辛苦，其实很多第一代移民他们移民过来的时候真的是什么两手空空，除了带着孩子，技术上面也不够
好，所以对，这么快吗？我可以想到那个画面。对，对其实蛮辛苦的。对，然后他们来的时候带着孩子，就是为了孩子下一代。他们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多，大部分大家都知道的餐厅啊、洗碗啊、端盘子啊，他们也没有办法点餐，因为就英文不行，所以很辛苦。我那时候访问的时候，因为我刚好运气还不错，我还可以听得懂粤语，他们全程是用粤语跟我讲，很痛苦，因为我当下就是觉得我这30分钟的访谈，我不能掉眼泪。我就撑到最后一刻，我甩头走的时候，啪就掉眼泪。我觉得我们都算是移民，我觉得要有很大的勇气，离开家乡，然后用的粤语。还不是中文的，在美国生存。我觉得很多人只是一讲到移民，就会在对于这个移民2个字有一个漂亮光环，有个憧憬跟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辛苦真的是体会过的才知道。对，大家只会分享一些比较光鲜亮丽，对，就是生活比较好的部分。我接下来想要问你的问题就是，你们是怎么样去决定你们每一集的主题啊？其实这个频道在前面2年半的时间，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在企划跟找嘉宾。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人，有一个东西出来，我觉得它会是大家想要知道的。这个基础是在于我也想知道。OK， 我觉得大部分我的发想角度是这样子。那还有一部分当然就是说美国的时事议题。那像我们的频道它很单纯，就是以移民角度出发的。那我在想企划的时候，我也会用移民的角度去想。他们想看什么，想要知道什么，什么样的 information 对于他们会有帮助。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帮助蛮大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比较偏向观众导向。是。那有时候当然自己会想拍一些东西，但是又担心说，等一下会不会没人看？对，流量不好，没人看。但是我听到你分享说，其实就是以自己想访问的内容，或者是自己真的想知道的答案出发，我觉得这个故事会更吸引人。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经营这个频道对你们公司有没有带来实际的就是商业效益？我们没有很直接，但是有间接的。例如说，因为我们公司它是做带电危险品的第三方的仓储物流，在这中间我们在邀请很多华人的领域的一些精英嘉宾的时候，我们也会接触到不同领域的商业人士，很多时候会有机会变成一个合作。就像我跟行远还有安太太你们这一次，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说我们可能还会有后续的合作机会，对不对？那今天我认识到一群新的不同领域的人，公司也会在未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或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去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无限的可能。我觉得你刚才分享一点非常吸引我，而且也跟我们想的蛮像的，就是我们会继续经营自己的频道。其实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我们觉得，因为这个频道，然后去认识不一样的人，是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你今天如果好，我拿掉我这个 YouTuber 的标签，谁要跟我访问你？真的，我想说，我可以访问你吗？你谁？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的，他或许不能在短期之内看到很多金钱的回报还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拉长远的来看，我觉得绝对是相当有帮助的。是。影片的最后，我想要请 Debbie 给一些，如果现在有一些观众他是想要用 YouTube 来建立他们的个人品牌或者是企业形象的人，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东西，就是你的毅力要怎么去支撑你继续维护这个频道。即使你今天说我就只是想要记录我的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purpose。就是你在开这个频道的时候，当下你的初心是什么，就按照你的这个初心去做。当然中间如果你有说我想要让频道越来越好，那你可以从后台的数据去想我要怎么去调整这个方向。YouTube 是一个长期的 channel， 它绝对不是一个短期说我1个月就棒就可以上去了，这是不太可能的事。如果是的话，请你留言告诉我，我来给你接触一下，我也想要学习一下。这个初心是支撑你在经营的频道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真的，不然有时候好容易迷失，真的就会觉得说要流量又没流量，要自我感动好像又不够，对不对？对，真的会这样，真的会这样。我觉得还是要尽量不要被流量绑架。我曾经也有这样的挣扎，就是哇，这个影片流量这么高，对我多做一点，但是它就会更改到你的初心。你要在乎流量，但是不可以完全的被流量绑架。对。我觉得刚才 Debbie 跟我分享这段话，真的是也是我们频道回去要思考一下的内容。好啦，那今天影片的最后呢，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Daniel 跟 Debbie 今天特别花时间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觉得是平常我们观众看不到的内容。那如果呢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别忘了在底下留言按赞这支影片，最后还不要忘记去订阅我们美莎哇哇的频道哦，你会看到我更疯狂的样子。下次见喽，拜拜。